大家好，由于这几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在呼和浩特休息，没有去拍视频。现在呢，我就把之前在山西拍的一些视频剪辑出来，等恢复好，继续更新内蒙的视频，进而一路自驾去东北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灵丘。这个县城的名字是以中国古代一位君王的名字来命名的，这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他也被梁启超先生评为皇帝之后的第一伟人。从这个评价也能够得出，这个人很厉害呀。他就是赵武灵王。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，但是说到长平之战，大家应该会有所了解。当时秦赵两国举国之力在进行决战。那么赵国能够有底气和秦国决战对打，就是因为赵武灵王的改革。这里就是赵武灵王的陵园。赵武灵王是中国古代一个天才的战略家。赵武灵王是他作为君王的谥号，他这个谥号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独特的，非常少见。一般我们说给皇帝上谥号，要不是正面的，要不反面的，正反两面都有，这是极其罕见的。而赵武灵王就是在中国历史上，武呢是代表这个皇帝很厉害，算是正面的，而灵呢又是反面的。所以说他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对他的争议非常大，包括当时给他上谥号的时候也有争议，既表示他的功劳很大，又表示呢他的错误比较大，从而呢就有了这个谥号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赵武灵王的故事。我们回看中国古代历史，往往会出现很多如果，比方说，如果当时扶苏没有自杀，他继承帝位，秦国可能不会灭亡。而同样的，如果赵武灵王不去世的话，很有可能他能统一全国，能把秦国灭掉了。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封土堆，那就说明赵武灵王他这个墓不是太大。我们常说的那些石像生、石刻、地面建筑没有了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这个墓2000多年了。你就像秦始皇，他陵墓地面上建筑也没有了，只是说在底下。从我们现在这样看的话，这个封土堆还是挺大的，旁边就是一个小区。这个墓呢，跟我们在西安看的秦二世皇陵很类似。当时在西安就会说，谁的胆子这么大，敢跟皇帝住在一起？那这里是同样的性质。尽管说赵武灵王他的那个称呼不叫皇帝，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呢，他也是相当于帝王嘛，君王，说法不一样。旁边这个小区看起来是挺好的，站在上面就能看到这个巨大的封土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说位置非常好，有帝王陪伴着你。赵武灵王呢，名雍，相当于他是叫赵雍，生于公元前340年，去世于公元前295年。公元前325年，赵雍继位，就是赵武灵王。他呢，立志奋发图强，振兴国威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当时是处于战国时期嘛，是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。社会呢大动荡、大分裂，七国争雄，兼并剧烈。赵国呢当时是一个弱小国家，因为三国分晋嘛，赵国的实力也不算太强。当时啊，他呢就相当于是屡次被欺负，特别是被那个秦国欺负啊。当了一段时间的君王之后，赵武灵王他就觉得赵国一定要改革，要不然赵国的话实力会越来越厚，肯定最后面会完蛋的。因为他亲眼见到了秦国经历过商鞅变法之后异常强大，所以说他就想向秦国学习，或者当时战国七雄中其他的国家学习。不过呢，赵武灵王他改革肯定也不会像那个秦国一样的。尽管说赵武灵王的改革是好的，但是呢，他召集群臣来讨论的话，还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自古以来改革都是有很多反对的。你像商鞅变法，他当时也是遭到了很多反对，只是说有秦孝公一直支持他。结果秦孝公去世之后，商鞅呢也被杀了，所以可能这就是改革的代价。
尽管是有反对，但是赵武灵王呢，亲自去那些大臣家里或者反对的那里，跟他们交流，跟他们诉说，解释这个改革的重要性，改革可能出现的成果。最终呢，这些王公大臣，包括其他的一些反对势力，被那个赵武灵王打动，也是说被他说服，最终呢同意了改革。因为这改革嘛，两种方式。要不就是你说服他们，让他们同意；要不就是强令，就跟商鞅变法。商鞅变法是强行推行，但是强行推行的话，就有一个后果，我们常说的人死政息。但是这个还是要看后面的帝王。在中国古代，能够完整的变法成功的极少，商鞅变法成功了，但是像后面北宋的很多改革就失败了。赵武灵王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，那就正式开始了改革，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夫妇骑射。因为当时很多人穿的都是宽袍大袖，衣服比较厚重，这个有点像贵族一样的。而夫妇骑射相当于就是号令全国以皮靴羽冠、短身小袖代替宽袍大袖，快马轻弓，取代连环战车，建立起了一支纵横驰骋的军队，就是骑兵。夫妇骑射改革开始之后，仅仅7年时间，赵国的实力呢就突飞猛进，先后攻灭了中山国、临淄、疆域呢空前绝大，屹立于诸侯之林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赵国相当于实力呢已经进入第一梯队，可以跟那个秦国那个叫板了。因为我们看很多资料都知道，战国后期其实秦国的对手就是赵国，两方面反复打。你像最后的长平之战，基本上就是两国的决战。其实呢，在当时秦赵两国打了几年都没有分出胜负，就能够想象出赵国的实力。只不过是由于赵国后期那个国家的那个国力撑不住，然后又换了赵括，所以说才失败了。你如果说是廉颇一直坚持下去，后面的情况真的还不一定呢。赵国强大之后，赵武灵王呢，其实他也一直想着统一天下。统一天下最大的对手呢，就是秦国。那要打败秦国，就必须有强大的国力，有很好的战略，有很好的后方。于是这个时候呢，赵武灵王就建了一个伟大的创举，就修建了赵长城。我们在山西很多地方能看到一些赵长城的遗址。我们都知道，像赵国这国家不大，按照现在来讲的话是国小民稀，但是他修建这个长城却没有引起民怨，这个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啊！你像后面秦始皇修建长城，包括后面历朝历代修建长城，都有时候会出现问题，但赵武灵王呢却没有。可以说赵武灵王啊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啊。那修建好了长城之后呢，赵武灵王又做了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要去攻打秦国，要统一秦国，他一定要摸清秦国的底细嘛。于是呢，就自己乔装打扮，亲自前往了秦国，就把秦国走了一遍，然后回到了那个赵国。但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要攻打秦国、攻灭秦国得有策略，那不能从正面进攻。所谓的正面进攻就是函谷关嘛。当时秦我们说要东出，他就是东出函谷关去攻打其他的国家，而东方六国呢要进攻那个秦国，就必须过函谷关。但是函谷关是一个天险，很难攻破。东方六国呢，我们也了解，好几次攻打到函谷关，但最后失败了。而这个时候呢，赵武灵王他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他就觉得，既然我攻不过函谷关，我是不是可以想尽其他办法从北边攻打过来？那么北边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熟知的雁门关。于是呢，他就在北边设立了云中、代郡、九原。他这个战略啊，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战略。我们几千年来说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君王能够有
战略的并不多，而赵武灵王就是一个。他呢想着在这个地方组织一支强大的骑兵，然后进行突袭，进而攻打咸阳。因为从北边过去的话，相对来说没有那种天险，只要渡过了那个黄土高原，过黄河进陕西，那基本上可以直插咸阳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看地理也知道，关中平原、渭北高原，当时李自成就是从陕北过黄河进入山西，后面呢基本上就没有对手攻打北京了。他这里也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赵武灵王呢，他就觉得我要专心致志的搞那个灭秦攻略，想把那个君王的位置传下去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赵武灵王却在继位的问题上就优柔寡断。他先是将他的长子赵章废掉太子之位，传位于次子赵和，并且呢封长子为安阳君，自己呢称主父。那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就把他们兄弟不睦埋下了祸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封建社会也好，奴隶制社会也好，皇位的传承，胜利的一方一定会把那个失败的一方弄掉的。在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废太子他就在他手下的怂恿之下发动政变，想把当时已经继承王位的赵惠文王杀掉。这个时候沙丘之变就开始了，但是呢幸好被人识破了。当时就有人来率兵平叛，这个废太子丢盔弃甲，就投奔当时在沙丘宫的赵武灵王。那赵武灵王看到他这个长子来了之后，没有责备他反叛之罪，反而呢让他长子进来，并且把他藏起来。但是那些平叛的人那肯定不同意于是呢就把这个沙丘宫包围了。包围之后呢，首先把那个废太子杀掉了，并且呢把赵武灵王围在这个沙丘宫3个月，活活让赵武灵王饿死了。这个很多影视剧也演绎过从这里呢，一代我们说的天才战略家、赫赫有名的赵武灵王就这样落幕了。赵武灵王就是说，尽管说是一代雄主，但是他选择继承人的上绝对是不能这么干的。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后面的帝王可能就吸取了这个教训，就是说不轻易废太子。如果废了太子之后，第二个继承呢，要么比较仁义，就是说他能够善待这些弟兄。如果是选择的继承人跟他一样雄才伟略的话，那个皇帝呢，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前太子发配得很远远的，就让他永远不要回来。赵武灵王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呢就把他安葬在灵丘这个地方。其实这里离沙丘，就是我们现在的邢台，是很远的，中间隔了一个太行山。那么当时他的儿子为什么千里迢迢的将他厚葬于代地呢？主要是2个原因。第一是想尽快的消除他的影响力，因为赵武灵王他的改革使赵国空前强大，他的威望也很高。结果呢，他是饿死在沙丘，所以他的儿子为了消除他的影响力，就是要把他的痕迹弄掉，从而把他安葬在这里。第二个原因可能是由于赵武灵王他的愿望是要灭掉秦国，攻打进咸阳，他当时选择的方向呢，就是从代地这边攻击过去。那么把他安在这里，也算是让他能够实现愿望。当时这个地方灵丘可能还不是一个大地方，它是到了公元前196年，就是汉朝建立没多久之后，在这里呢设置了一个县，因为赵武灵王是埋葬在这里，从而呢叫灵丘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名字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尽管后世呢在全国各个地方多处出现赵武灵王墓，但是这座应该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一座，特别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在那个《汉书地理志》中明确的记载，武灵王葬此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墓冢，周长大概是220米，高10米。这个按照资料记载，在明朝崇祯时期呢，这里还有碑楼。在上个世纪
20、30年代还有修葺过。不过呢，这个墓历史这么悠久，肯定也是被盗了。现在看起来呢是比较寒酸，比较凄凉。不过也能理解，毕竟这座陵墓呢，离我们现在已经2300多年的历史了，有什么变化都不稀奇。这个封土堆应该是可以走上去看看的。不过相对来说，赵武灵王的古墓还算好啊，2300多年的墓都能找得到。你像同时期他那些其他的君王那些墓呢，基本都找不到了。这里呢还修了一条道路，可以去封土堆上面，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所以我猜想，它这个封土堆应该是历朝历代什么时候进行过加高，要不然按照他这种身份和当时赵国这种情况，应该不会给他修建的特别豪华吧。来到上面发现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，这里也是经过修缮的。这个封土堆应该是经过后期修缮的，因为正常来讲的话，按照秦汉时期那些帝王陵的建设，这上面呢应该长不了树木的，这个明显是后期种上的。可能后期修缮的话，上面加了一层其他的土，这些树木呢才能长起来。我们看陕西的那些帝王陵，基本上封土堆是不长东西的。谁也想不到，一个这样英雄盖世的人物，最后居然是这么窝囊的死法。其实他也没有想到啊，这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没有看到人性的弱点，他以为他下面的兄弟能够很好的相处，但是呢，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他结果最后是玩脱了，没有控制好。不过算起来，赵武灵王也不算孤独吧，因为在他去世之后的85年，同样是在沙丘这个地方，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也同样在这里失算了，在巡游的过程中病逝在沙丘。同样的，他也是没有安排继承人的大事，导致他的大秦帝国快速的就覆灭了，从而沙丘这个地方被称之为帝王坟墓。秦始皇之后呢，基本上就不会有帝王来这个地方了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等我休息好之后，就继续向大家更新内蒙和东北的视频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。